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造成者杀青，赵丽颖、黄晓明互怼4个月，这对不恋爱 CP 太好嗑。5月1日，福建福清滩涂边的粤海镇政府突然热闹起来。赵丽颖穿着洗得泛白的工装裤，正和黄晓明在泥地里拉扯一份泛黄的图纸。导演孙浩突然大喊杀青，两人瞬间笑作一团。这场持续127天的造城战役终于画上句号。这部改编自温州龙岗农民造城史的年代剧，不仅让观众看到改革开放的热血篇章，更见证了赵丽颖与黄晓明从流量明星到时代书写者的蜕变。片场互怼日常，这对 CP 比剧本更精彩。在剧组流传着这样一个梗：每当赵丽颖和黄晓明对戏，现场总能听见此起彼伏的争吵声。剧中李秋平与郑德成因集资政策产生分歧的戏份，在片场常常变成两人的即兴发挥。有一场讨论土地入股的会议戏，黄晓明即兴加了句“你这女同志就是死脑筋”，赵丽颖当场拍桌反驳：“郑德成，你这大男子主义要改了。”这段被保留的即兴表演，后来成为杀青特辑点击率最高的片段。两人的互怼甚至延伸到生活中。拍摄间隙，黄晓明总爱拿赵丽颖的短发造型打趣：“李镇长，您这板寸头比我还利落。”赵丽颖则会翻出她的工装裤调侃：“郑书记，您这裤腰都快掉到膝盖了。”这种真实的化学反应让导演孙浩直言，他们不是在演戏，是真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年代的改革先锋。角色重塑，从流量明星到时代匠人。为了演活李秋平，赵丽颖几乎脱胎换骨。她剪掉出道以来最短的头发，素颜出镜时连雀斑都清晰可见。服装组从老旧服装厂淘来的条绒衬衫，洗水标上还留着1992年的生产编号。办公室墙上的粤海镇规划图，每道红线都对应着真实的改革节点。更令人敬佩的是，他跟着编剧泡了半个月档案馆，对着老照片研究基层干部的走路姿势，永远微微前倾的身子，握手时习惯性的用力，连喝水都用掉漆的搪瓷缸子。黄晓明的转型同样惊人，他减重15斤，蓄起胡茬，穿着泛黄的的确良衬衫，活脱脱就是那个年代的乡镇干部。为了演好改革先锋郑德成，他提前3个月研读80年代公务员档案，甚至学会了打算盘。有一场深夜审批文件的戏份，他坚持不用替身，在40度高温下连续拍摄17条，直到手指被算盘珠子磨出血印。导演孙浩感慨，小明这次是真把自己定在时代的坐标系上了。剧组细节控，连沙子都是从温州运来的。造成者的幕后故事比剧情更震撼。剧组斥资千万在福建滩涂搭建了的粤海城，连镇政府墙上的奖状都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真古董。美术指导透露，剧中出现的每一块红砖都经过做旧处理，甚至连滩涂的沙子都是从温州龙岗运来的。这种强迫症般的细节把控，让赵丽颖在杀青时感慨：“站在这片土地上，我能闻到海风里的历史味道。”演员们的敬业程度同样令人动容。陈明昊饰演的老工程师总在裤兜揣着计算器，朱媛媛的碎花衬衫是从博物馆借来的文物及藏品。秦俊杰为了演好记者角色，特意学习了80年代的打字机操作。最让人破防的是吴彦姝老师，85岁高龄仍坚持每天提前2小时到场化妆。她说：“能演造成者的母亲是我的荣幸。行业启示，现实主义题材的破局之道。在古装剧和甜宠剧泛滥的当下，造成者的杀青引发行业震动。导演孙浩曾执导《庆余年》，
这次却选择扎根农村4个月。编剧袁克平参与过大江大河，这次更注重个体命运的刻画。这种降维创作反而赢得观众期待。杀青特辑播放量中40岁以上观众占比35%，远超同类剧集。有网友评论：终于有人愿意讲我们父辈的故事了。赵丽颖和黄晓明的转型堪称教科书级。从风吹半夏的女企业家到幸福到万家的农村维权先锋，再到这次的基层干部，赵丽颖精准踩中观众对现实主义题材的需求。黄晓明则通过《烈火英雄》《中国机长》等作品证明，流量明星也能在正剧中发光发热。业内人士分析，这种去流量化的选角策略，或许能为行业开辟新赛道，毕竟观众想看的是李秋平在滩涂上建新城，而不是明星的华丽转身。当暮色降临福清滩涂，赵丽颖对着大海喊出最后一句台词：越海不是终点，是新的起点。这句剧中的台词，似乎也预示着现实主义题材的春天即将到来。这部凝聚着无数人汗水的《造成者》将于2025年第4季度登陆腾讯视频，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跨越40年的造成传奇。2. 造成者杀青，赵丽颖、黄晓明如何打破流量剧魔咒？当赵丽颖顶着一头利落短发，脚踩解放鞋站在温州滩涂上时，谁还记得她曾是仙侠剧里叱咤风云的楚乔？这部刚官宣杀青的造成者，正在用最接地气的方式颠覆着观众对主旋律剧的想象。1. 主旋律剧的基因突变。在这个古偶剧扎堆、职场剧悬浮的影视寒冬，造成者的立项本身就像个行为艺术。它既没有仙气飘飘的特效，也没有豪门恩怨的狗血，反而把镜头对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泥瓦匠和村会计。但正是这种土的掉渣的设定，让人嗅到了爆款的潜质。导演孙浩显然深谙当代观众的审美疲劳，他让《庆余年》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在造成者中转化成更具现实冲击力的视觉语言。剧中那个由农民一砖一瓦建成的龙岗新城，据说动用了1500名群演再现当年场景。有现场工作人员调侃，剧组每天消耗的草帽比横店所有古装剧加起来还多。2. 流量演员的变形记。赵丽颖和黄晓明的加盟，堪称本剧最精妙的风险对冲。前者用风吹半夏证明了自己驾驭现实题材的能力，这次剪去标志性长发饰演基层干部，连拿保温杯的姿势都被当地公务员认证有内味。后者则彻底撕掉霸总标签，穿着的确凉衬衫蹲在工地啃冷馒头的样子，让观众惊呼黄晓明终于学会演戏。但真正让人惊喜的是配角阵容。当漫长的季节里的彪哥陈明浩操着温州话调解纠纷，当朱媛媛饰演的妇女主任在工地搬砖，这些戏骨们用最质朴的表演诠释着人民史诗的真谛。有网友戏称，这是把半个话剧圈的实力派都搬来了。3. 现实主义的赛博突围。在这个短视频当道的时代，造成者的营销团队显然不想走寻常路。黄晓明那条引发8亿播放的换脸视频，看似无厘头的恶搞背后，藏着对饭圈文化的精准拿捏。当观众们乐此不疲地玩着 AI 换脸挑战时，不知不觉就记住了那个农民建成的奇迹故事。服化道团队更是在细节上较真到令人发指。从供销社的铁皮暖水瓶到村委办公室的搪瓷缸，从算盘珠子的特写镜头到夯土墙的肌理质感，这些被流量剧抛弃的时代密码，反而成了年轻观众考古80年代的新鲜素材。有历史博主专门开帖分析剧中道具，评论区秒变大型怀旧现场。4. 争议背后的创作困局。不可否认，那个网赚的群演日薪70元的爆料，给这个主旋律项目蒙上了阴影。在横店群演维权事件频发的当下，
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触动了行业最敏感的神经。但换个角度看，这种争议本身也折射出影视工业化进程中的深层矛盾。当我们在荧幕上歌颂劳动者时，能否在幕后给予劳动者应有的尊重？值得玩味的是，该剧编剧袁克平正是《大江大河》的主笔。当年他笔下的宋运辉用知识改变命运，如今《造城者》里的李秋平要用双手建造城市。从个体奋斗到集体创业，这种叙事重心的转移，或许正是时代精神的微妙注脚。当杀青特辑沸腾的海里，上千名群演在滩涂上夯实地基的镜头划过屏幕时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部电视剧的诞生，更是一个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影像纪念碑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造城者能否用80年代的奋斗精神治愈当代人的精神内耗？这个答案或许比收视率更值得期待。